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立春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降临在你们身上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大家的一个能量哦。你们抽到的这张牌是 Healing Chaos。好，螺旋的龙卷风哦。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过去的生命中啊，有一种好像你觉得这整个世界从来没有对你手下留情哦，一波未平，一波未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好像龙卷风一样。其实这个力量很强，甚至在你的心上开了一个洞，你还没有愈合好的时候，哇，又有出现了一个新的伤口。但是我在这边也看到。在这个龙卷风旁边，其实出现了很多只的蝴蝶，这里有一种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哦。好，以为没有路了，但最后会发现还有一条小路可以走。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的灾难，或者说很多的意外，很多的你生命中的波澜起伏，都是人所造成的。跟你接触的一些人，或者说一些欺瞒的人等等的，可能设下设局，或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的不舒服感，但是你又不得不要跟他相处，可能你们有这种血缘关系或是姻亲关系等等，就是不得不要跟他聚会，要跟他相处，或是说在公司上一定要跟这个人接触。就是你只要跟他接触，你可能那个情绪就要花好几天来消化，才能够消化完毕。好，这些人所造成的心灵上的灾难，波涛汹涌啊，其实宇宙在你旁边。就像这个蝴蝶一样，它在去帮助你，因为宇宙不能去改变每一个人的自由的意识嘛，所以，人的这个行为、作为、言语，在你身上凿出了一个大洞之后，宇宙再用它的方式来治愈你。再用他的方式来为你进行深层的疗愈哦。有的时候混乱啊，是一个深层疗愈的触发器。当你觉得生活觉得混乱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这个背后它隐藏着疗愈的能量哦。你们即将在各个层面上被疗愈，而且抽到这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也是一位疗愈者。好。那另外的能量，如果有一些朋友哦，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比较平静的话，这张牌还有一个讯息是，对于少部分的朋友来说，其实你们是不大希望生活是停滞不前的，你其实是喜欢挑战的，你喜欢一些刺激感，你喜欢不断的往前进，你喜欢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事，然后为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有点像是龙卷风搅翻土壤的方式，可以让土地重新的充满活力。所以这组牌主要有这张牌主要有这两个讯息哦。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一张牌，然后我们抽到的是蝴蝶哦。宇宙要传递这个蝴蝶的能量给你哦，象征着你从过去的困境脱离，重获新生哦，象征着蜕变。你的身心灵正在经历一场蜕变跟重生，你正在经历一场很深刻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内而外发生的。它体现在外在的一些成就、奖赏、奖杯跟成绩，但一开始的源头是从你们的心开始的，因为在前一个阶段啊，疗愈的能量哦，让你就是前一个阶段很像是一个准备，这个疗愈的能量使宇宙
提供了一个很强的能量场，它为你接下来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先提供一个准备的时间哦。好，它会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些新的元素，让你有信心面对接下来的转变。蝴蝶它就象征着转变跟重生。而且在毛毛虫进入蛹的阶段的时候，它并不是立即的变成蝴蝶，它会完全溶解成一种液体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会将自己彻底的分离之后，才能转化成一个新的生命的形式。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改变，不是只有小小的某一个地方哦。所以人生来说啊，我觉得你们改变的不是一个篇章哦，不是一个小小的段落，而是你是人生整个剧本重新的被改写哦。你们现在这个时刻啊，是很好的一个重生的时刻，因为这张牌它是蓝色的蝴蝶，蓝色的蝴蝶被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个象征哦。在美洲原住民的部落，他们看到蓝色的蝴蝶的时候，就会将他们的愿望低声的，就是慢慢的倾诉给这个蓝色的蝴蝶。因为蓝色的蝴蝶飞向天空的同时，就代表它是传递讯息的使者，他们的愿望就会实现，代表说它是宇宙跟你的一个沟通者、传讯者。好，蓝色也代表了灵性上的一个和谐，心境上的一个安宁哦。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啊，是很好的一个时刻，因为在立春之后，你的生命即将以一个全新的方式重生启动。如果有些朋友你觉得现在的生活进展比较缓慢，这张卡片啊，我看到你们接下来会采取行动，然后彻底改变一切，而且你们的内心不会去抗拒变化，因为你们的灵性，我们的细胞已经更新，已经重新启动，然后甚至有一些东西，它不是只将旧有的事物排列组合，或是将旧有的那个元素重新装修，重新增添色彩，有点像是房屋啊。我们如果是小改的话，可能是最软装啊，家具重新排列，或者是说重新粉刷等等。但现在我们有点像是把整个房屋连地基重新的都打掉，我们要盖一个新的房子，建立一个全新的自己。有些朋友你会尝试完全不同的事物，在变化的过程中，刚刚说过，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未知、不确定跟不适感，但它是为了你更高的利益、更好版本的你自己。所以这张牌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张卡片。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你们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好，有些朋友，如果你在事业上面临瓶颈，比如说你在一间公司，或者说同一个职位，或者说同一个环境，工作内容工作了很多年，你觉得你可能对于未来没有办法再有突破，有个瓶颈啊，可能你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心中有一个不确定感。但是抽到蝴蝶这张牌，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会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开始去寻求新的机会，并且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一个领导潜质。接下来你们会争取一个更高阶的职位，它就是一个转变。有些朋友你们的这种职涯可能就会经历这种突破的一个过程，不仅这个转变不仅让你在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你的内心也重新找回工作的一个热情。有些朋友则是你有点像是辞职了，你辞去了一个别人觉得很安稳的工作，或是目前进展的还不错的工作，你去寻求自己内心的渴望跟热情。你放下过去的自我限制，勇敢的寻找新的机会，你会发现你的事业迎来新生。好，来看到 Tension Rebel， 还有的太阳牌，哇哦，
图啊 ，intention 这张牌哦，它在提醒大家说，莫忘初衷哦。你在接下来选择事业、选择爱情，或者说选择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你真正渴望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感情？真正渴望的财富状态是什么？你们不要去欺骗自己，不要去欺骗自己的内心。有些人，你过去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数目、这个数字达不到，我就降低一点，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压抑自己内心的渴望，有点像是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你最想要的，你在前进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燃料不足，就是好像要走不走的感觉。你们要追寻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比如说感情啊，你想要跟什么样子的人共度未来？你到底想要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好，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特征你是觉得必备的？好，外形上、个性上，或者是说他的一个职业等等的，不要让周遭环境的人啊、闲言闲语去影响你跟改变你的一个想法。你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你？好，接下来呢？刚刚说过，你们会经历一场很深刻的一个转变的过程。蝴蝶这张牌嘛，看见你们心中啊，其实有那种反叛的一个因子在，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个很革新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它是一个祝福，它好像浴火重生这样子的能量哦。可能你现在的这个概念想法哦，它是一个很先进、很新潮，或是说，当下没有那么多人在做的，好，或者是说这个概念、这个做法，你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你过去可能觉得，那个不适合你，或者说那个不好等等，但是你接收到了新的资讯之后，你重新的去理解。可能你觉得好，这个方式、这个投资模式，或者说跟这个人，你其实是更加的适合的，有点像是在心态上、观念上的彻底的转变，以及在行为跟行动上，你们会非常有自信的往前走，非常有自信的去前进，非常有自信的去应对生命中的各种事情。你们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忙碌，但是会忙得很开心。问题一个接一个的解决，你也看到你所希望的那个丰盛，它是快速的在成长的。这组朋友，你们对生命中会有更大的一个自主权哦。就是你不但需要等待别人的决定，或者说，如果你过去是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来，好像依靠这样子的体系来供应你、支撑你的生活，没有它不行。现在我觉得你更有底气了，你在人际应对上，其实你有了决定权，你有了话语权，你不再会去寻求退而其次的那个选择，或者是说在跟长辈的互动上，你会因为资源不足而去好像妥协，好，我就是听你的，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能力。看见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仅是独立，而且你还有能力去照顾、去引导过去你认为可能是高高在上、德高望重或是有权威的人，所以这组还有那种挑战权威的一个能量哦。你过去觉得那种坚不可破的一些概念哦、权威哦、体系哦，你发现其实那个里面是有漏洞，那个里面有一些问题，或是有些东西需要革新，那个里面有谎言等等。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会有一个革新跟翻新的言论出现。好，你按照你的方式去改变，然后去执行哦。你们是更加的有控制权，不只是你，还有你讲出来的话是其他人可以信服的，可以去相信的，去跟随的。比如说，你们可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建立一个体系、一个事业，买房子，然后要买在哪里、地点、什么样的装潢，你说了算。
因为就是有一种老娘我最大，老子我最大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钱，然后我可以自己去决定我要怎么样直接去使用，因为我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不需要跟别人讨论这样子的感觉。好，太阳这张牌带来的是光明跟快乐。如果你过去觉得生活比较孤单、比较寂寞的话，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说，你的生活会有开心的事情出现，比如说爱情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而这样子的太阳的能量，它也会促进你的一个更新，生命的一个更新。可能你对于爱情的看法，或是你跟这个人未来的一个共识，想要走的方向，都会进行调整跟改变。有些朋友就是完完全全的跟一个新的人在一起，就可以去释放过去，跟这个人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很多朋友你会看见你自己站在顶峰的一个能量哦，你会看到自己从低谷中站起来，重新的出现在大众面前，重新的很有自信的、很光鲜亮丽的去说出你想要的一切，说出你的理想。好，你说的这些话，你的理念可能会去吸引一些想要跟随你的人，或者是想要跟你这种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你的身边哦。还有的朋友，你们有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是我觉得身边有些人会看到你的转变，在社群媒体上，在其他的方式得知到你的转变，因此想要去探听你。他可能是旧的人，还有以前认识的朋友、同学、同事，他都觉得很好奇，你现在究竟怎么达成今天的这个样貌？怎么大家以前还在同一个这种学校学习，现在就已经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脱胎换骨了，跟过去的印象有了更新，有了差异，崭新的一个人哦，你成为众人所羡慕的那样子的对象。好，再来看到我们的下一张牌是丘比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代表说其实你们这张牌丘比特它是一个很温柔的指引哦，代表说你们的感情啊即将来临哦，你们可以在生活中就是先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然后在你的生命中啊有一些你的第六感以及自然界的一些符号，花草树木，或者是这种虫鸣鸟叫，甚至蝴蝶啊等等，太阳啊云朵，都会成为指引你的一个符号哦。好，比如说你频繁的看到某一种颜色、某一个数字，或者说你看到蝴蝶等等的讯号，代表说其实爱情正在靠近你哦。好。你的灵魂伴侣正在出现，正在接近你哦，他会很深刻的去吸引你，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一个深情哦。这个人的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包容的爱，就像海浪一样去更新你的心，一次一次去洗刷你，让你焕然一新哦。他给你带来一次很深的不一样的爱情的一个体验的过程哦。然后这也是一个充满温柔跟呵护的爱情哦，它很包容你，有点像爸爸妈妈这样子去包容，给你一个很无条件的爱。他欣赏你身上的特质哦，让你有一个完完全全被重视、被尊重、被疼惜、被心疼、被宠爱的一个感觉。很多朋友，这个是你渴望已久的一个关系哦，你等待很久的一个礼物，宇宙现在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可能你过去心里是有一个情感上的空缺，这个空缺、这个匮乏、这个空洞啊，让你去用金钱、用事业，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酒精等等来去填补，但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替代品，你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真正的满足。而我看见你们的灵魂伴侣，他就是你们
真正渴望的那种真情跟真意，它可以填补你内心的那个空缺。有些朋友你是旧爱回归，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新的爱情机会降临哦。有些朋友你跟这个人他其实已经认识了，已经近在咫尺了，而这段爱情会为你生命带来很光明，就像太阳一样很光亮的能量和希望。好，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一段关系，甚至在一段婚姻中，我觉得他有一种你在这个人好像跟他作伴的过程中，无论是老夫老妻，还是说你们是这种新婚、新交往等等的，你有一种深深感受到被疼爱的一个能量哦。而且你们会发现，其实只要有光的地方，未来就有希望。只要你保持这个希望，其实你可以随时去获取太阳的一个能量。你们相信爱情会往好的方向走，它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你相信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会到来，你相信一个无条件爱你的人会到来，他就真的会到来。这个就是你们所召唤的一个力量哦。宇宙在背后去为你准备一个强大的支撑能力，帮你去突破眼前你觉得可能是障碍的障碍，甚至你们不用给自己太过设限，比如说觉得我要减到几公斤，或者我要把自己变成怎么样之后才有机会去迎接一个比较好的爱情哦。其实人与人相处啊，外貌的吸引力、外貌的保鲜期是很短暂的，最终还是你跟这个人的一个价值观，你跟这个人的气味究竟是不是相投，而你跟这个人遇到，你们其实是很几世的一个缘分，就是再续前缘的感觉。之前呢，余情未了，在这一世再续前缘，再继续把这一段感情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哦。所以大家要相信，你所期待的感情会到来。而这个人呢，他到你的生命中，你需要去放下心里本来存在着一些迷茫、一些害怕、一些恐惧，你这样才有机会去相信这个人，因为你要相信你会有好的爱情。当他出现的时候，你才不会因为害怕，因为觉得现在自己的状态不够好而选择逃避等等的。他会以一个很正向积极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他会陪伴你，他会欣赏你，而且我觉得他的出现其实是鼓励你继续成长的，他没有要把你关起来，或者说没有要把你就是放在一个就是他的伴侣的这个位置，他很重视你的个人的成长，他也看重你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会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你想要前进的那个方向，给你最大力的支持哦。所以这样子的爱情生活，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前进跟突破。它并不是短暂的激情，这种浪漫的爱啊，然后随着时间会褪去的，而是它是一场更深刻的心灵的结合，灵魂的一个契约哦。好，你们的爱情啊，会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彼此越来越契合，越来越适合，甚至有些朋友你会觉得，跟这个人的饮食习惯啊，或者是说，容貌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就会有那种夫妻脸的感觉。而他的出现也让你放下过去的负面的思维模式，比如说我不值得被爱，就是我总是会遇到不好的人。你们不要过度的去担心那个旧有的模式会重复，不要担心说争吵、欺骗，或者是说这种把你赶出门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哦。这个人我觉得他会是一个你最可靠的一个避风港，他会让你感觉到一个安全感，就是你们会吵架，但是争吵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往前走，还是想要去守护那个合约，守护那个诺言哦。争吵之后还是会在意对方，这段感情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牢不可破。
最终你们就是会携手走向人生白头偕老的一个伴侣，期待的那个未来哦。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有一个突破过去的那种愁云惨雾、混乱的状况啊，渣男的状况，迎来一个真正深刻跟稳定的一个恋情，很舒适感，很居家感。然后你的生命也因为这个爱情啊，你会有了更多的一个期待。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哇，我们的天使数字111哦，111是内在天使能量被启动、重新启动的一个时刻。它在讲什么呢？他在说，其实你们内在的灵性跟神性已经被打开了，你们的内在智慧可以跟高我直接做连接哦。在你的能量转变的时刻，在新旧交替的一个时刻，这个天使他会来帮助你进行转化、疗愈、显化或是成长哦。所以呢，我觉得在立春的这个时间啊，或立春之后的3个月内是很好的跟天使连接的时机哦。有些朋友11它是一个象征，你们可能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天使数字，这个天使数字对你来说意义其实很深刻。当你重复看到某一组数字的时候，其实天使在提醒你，整个显化的过程呢，请你放手，让宇宙去安排，请你有点像是提醒你他在你的身边，请你去信任他，他跟你一起共同创造出属于你的美好的生活，你也会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感受到很多的爱跟幸福，还有温暖。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的这张牌，哇哦，它是光之翼，它有一点白衣天使的一个形象哦。这组的朋友看见你们会去走出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创造出属于你的一个奇迹哦。我觉得你们的心境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可能你在社会中也走跳了很多年，或者是说呢，你也看尽了一些这种人性的黑暗面啊，你也听过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家族手足因为钱争吵啊，还有彼此在商场上尔虞我诈的故事，你其实很了解说你要去避免一些黑暗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你也明白说你可以去保有你本身的一个纯真跟善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都有差异性，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你有的时候退一步看似是吃亏，但其实是海阔天空，因为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跟他纠缠，你可以把时间拿回来去做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哦。你因为保持这个纯真啊，其实我觉得你迎来了心灵的自由，你远离了一个互相猜忌的那种能量场。有些时候确实是可以赚钱，可是它是需要耍更多的心机，或是说他需要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他需要去就是这个带来的一个情绪能量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想一想你也觉得没有那么的值得嘛，因为你有其他的方式去连接到精神的一个能量哦。我看见其实你很在乎你自己的情绪上是不是舒服的，所以你会去避开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一个环境。好，你更在乎的是你内心的一个平静，还有你想要的一个幸福的生活。那金钱的能量对你来说是足够就好，你没有要追求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而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你很清楚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好，可能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家人，最重要的是你想建立的一个生活模式。对于其他的更多的你觉得你不值得花你的血汗去换，那个是很不值得的，不值得花你的宝贵的精力去跟某一些人周旋哦。好，你们最近啊会开始慢慢的对于生活中的小幸运非常的有感，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幸运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哦。你们会有一个身心灵的更新，就是你觉得你
你的精力是可以很好的被管理，你不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累的一个状态，你也不需要用力的去追寻，很多事情它是自然而然来到你身边，就像感情自然而然的来到你身边，它是去被众人促成的，你就是站在那个时间点去接收这个好运，接收这个成果，你们可能会接下来会觉得，你能够这么不费力的拥有一切，比你想要的还要更好，你会对这一切很感激，然后你也知道其实是被整个宇宙所支持的，这个能量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哦，有点像是你在舒服睡着的同时啊，好，你在梦境中就会看到天使数字，或者是说这个天使数字在梦境中看到之后，你隔天起来去上学去学习去工作的时候，在路上也出现一样的一个讯息，这个是天使要给你反复确认的讯号，天使在你身边去提醒你，甚至天使在你身边不断的跟你沟通，让你有一个陪伴感，也让你能够去找回自己的力量哦。所以你们其实会拿掉过去在自己身上负面的标签，你开始一个很完全不同的革新跟创新，甚至有一点点叛逆，有一点点反骨，无论如何你就是能够很自在的去做你自己，而不是在走一条曾经走过但是是错误的路。这张牌前想告诉大家，宇宙就存在你的内心，因为你就是那一切万物的本质跟本源哦，你就是光之所在。有一个正面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即将到来，你收到这份好消息之后啊，我觉得会为你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带来光明，你的嘴角都是喜悦的，而且你会开始去思考，说谢谢宇宙给你这样子的爱的礼物，以及你用这样子的礼物来对你自己，来对你重要的人，甚至是社区，甚至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样子的一个祝福呢？好，你们真的已经跳脱出来了，跳脱出过去的一些阴魂不散、情绪勒索的一个能量哦，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的那种压抑感，那一种争吵，那一种委屈，那一个觉得被放弃，或者是说为了自己的一个关系的连接去做出的牺牲，去做出的退让，以及你戴着面具的那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全部都结束了。你现在就是真真确确的做自己，找回自己，放下任何不适合的关系的一个连接哦。好，有些朋友你会去探索一些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或者说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个知识哦。你在尝试的过程中，会学着边做边学，学着去信任。你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一个问号，应该说不知道，你会想要去探索这个不知道的背后究竟答案是什么。比如说有些人，你想要知道怎么样子健康饮食，或者说怎么样子去做出一个很漂亮的蛋糕哦，好，要怎么让它看起来是完美又好吃的一个状态，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尝试，或者是说在学术、在医疗领域有很多你不知道的问题，你想要去钻研，这个是一个动力，你想要去探索未知的可能，你想要去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逻辑、一个规则可循，它是偶发的事件、单一的事件，还是它是一个有轨迹的呢？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不够多，想要更深刻的去探索学习，带着一颗好奇的心去发现，很开心的像海绵一样去吸收某一个知识的体系。而对于别人给你的一个新的资讯的冲击，你们也会持保留的态度，不会马上的去接收，也不会马上的去否定。
对于人生呢，我觉得你会想要去深入的探索。好，人生不是一场考卷，就是只有选择题，只有是非题，它其实没有固定的答案。你不急着去完成这个人生的试卷，而是你想要让你的人生，因为生命很短暂，你想要让你的人生尽情的去体验，尽情的去尝试你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哦。另外这组牌啊，还有那一种就是跟医疗白衣天使有关的能量。有些朋友我觉得在你的这种跟医疗救助有关的、灵性有关的这种，就是帮助人有关的工作当中啊，我觉得你会经历一个权威感跟信任感。你的客户、你的病人或者说跟你连接的这些人会非常的去信任你，你帮助的人他会很信任你。你们对他来说是有一种权威，而且是可以去相信的一个能量哦。你们从被疗愈者成为疗愈其他人的人，同时啊，你们也在自己的生命跟生活中找到一种平衡，找到一个完美。这种平衡，这种完美，不是代表说都不冲突、都吵架、都很有秩序的在轨道上，而是呢，即使有冲突，即使有吵架，即使有一些失序跟混乱的时候，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变动中找到一个平衡，或者怎么样子去透过这个合作发挥1+1大于2的一个效果。好，发挥你的特长去弥补他的短处，以及用他的特长来弥补你不足的一个地方，要怎么样子去合作呢？有些朋友可能你生命中会有来临一个新的生命，或是新的宠物，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或新的宠物啊，它的就是重新的改变你的生活作息，或者说改变你的一个生活方式。有些人如果你是比较不爱出门的，可能你为了去照料一个动物，或者说一只狗狗等等，你必须要常常带它出门去散步，然后让你也喜欢散步，让你也就是喜欢这种阳光洒在脸上的感觉。所以这组的朋友，你们生命啊真的会出现很多很多新的一个尝试哦。那另外一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饮食上，你们在器材或者说生活物品的选择上，你会选择一个健康无污染，或者是说比较节能减碳的方式去进行哦。你们好像想要去掉很多过度的一个包装，让万事万物回到自己最原本最纯净的一个状态，就是拿掉一些多余的装饰，回归到一个本质，回归到一个纯净，回归到一个初心的能量。就像人生，它可能是重启之后，有很多东西不是在去加法，而是减法。你发现你需要的没有那么多，房子不是越大越好，是够住就好。好，金钱的能量足够就好，你适合你的，你可以运用的，你可以去管理的。或者说人际生活中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个拥挤，有些人可以留下来，但有些人不适合就让他走。好，你们绝对会有足够的金钱底气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好，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宇宙给你的一个承诺跟保证，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想要启动的那个事业跟想法，它可能是跟疗愈有关，或是你本身的特质，你的本质啊，你的这个初心啊，你的这个动机啊，其实很好的。宇宙把金钱的能量交付到你的手上，无论你是在选择一个饮食，或者说选择一个房子、一个建案等等，我看见你们都会选择不仅对你自己有利的，也是对这个地球、对这个社会有利的。比如说你会选择这种有品质好的一个建商，好，你把钱投注下去，也就是你在这个地球所做的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宇宙要把这些金钱能量交给你，在你手上重新的进行一个分配，运用你的一个意识去做出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更好的一个选择。好，接下来看到蘑菇这张牌哦，
蘑菇啊，它跟一些神秘的隐藏的知识还有转变有关。蘑菇通常是在一些隐匿啊、阴暗潮湿的角落生长，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秘密哦，它是需要你们去探索。去深入探索才能够去浮现的，因为像是我刚刚说的，你们会去探索某一个知识，可能在这个知识、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学习、在这个研讨会中，它有很多潜藏的机会，或是未来的启示。目前可能尚未显现、尚未成型，可是你继续探索，就会出现，就会找到这当中的金银财宝，或者说珍惜珍贵的知识跟资源，或是会去找到你想要的东西。那蘑菇啊，也跟转变、跟转化有关系，它的生长速度很快很快，而且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就长出一大片，很茂密，所以它代表着一个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跟进展。有些朋友在健康方面会突如其来的很快的康复，很快的好转。那有些朋友看见你其实会就是有这种探索之后，你得到那个关键的讯息哦，很多事情就是像骨牌效应一样，很多的好运，很多的这个关键哦、枢纽哦、钥匙哦，你就拿到手上，就是这种有个好像很快通关的感觉哦。本来在苦思要怎么跟魔王进行战斗，现在其实不用战斗了，你好像就用了一个什么神奇的魔法关键，这个魔王啊，他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你的跟随者，你跟他不是对立的哦，你去转化了他的思想，这个比你把他杀死，或者说你用尽全力跟他拼搏还要厉害，因为他就立马的去听从你、服从你这样子的感觉，它是一个很快速的转变。那另外，这张牌也提醒大家哦，你们。有的时候要谨言慎行，就是避免在很匆忙的状态中被别人牵着走，或者是说很情绪的一个发言。比如说呢，有些朋友你在生命中可能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个诱惑，让你分心，或是就是拖住你，让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决定哦。也就是说，你们要专注最重要的本质跟核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干扰。比如说在家庭、在婚姻中，你要专注的是真正的一个情感的连接，而不是去迎合、去配合周遭很多人的一个声音哦。比如说在关系中，或者说尤其是婚姻关系中吧，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你的伴侣，而不是其他人的这种让其他人的意见来影响你。你们的这个小家庭是要怎么样子的过生活？你宁愿先去说出自己想要的，而不要去好像让大家先去选择，自己再去选那个退而求其次的。你可以跑在前面去把你心里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拿下来，而不是好像旁边很多人想要去拖延时间，让你离你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个人事物越来越远。你要勇敢的站出来，勇敢的为自己发声哦，你们会获得丰厚的一个回报。有些东西甚至去抢也没有关系，这个抢也不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意涵，就是你心中有欲望，你用自己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去抢，去拿过来。好，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刻，你用你的方式去拿到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好，你想要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下一张牌 Mustard 芥末，不知道大家喜欢吃芥末吗？芥末这张牌啊，告诉大家它有很强烈的治疗的能量哦，有点像是挑战过后的治愈跟休息。芥末它是辛辣跟刺激嘛，所以象征着你在突破困难的过程啊，你其实内心所有的潜质跟潜力都会出现。比如说考试啊，好，在关键时刻你成为一匹黑马，你考到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分哦，你突破比赛，或者说你
你做出了比以往更聪明、更好的一个决定。还有这张牌，就是你们在面临挑战跟在面临一个困境的时候，你反而可以去好像超常表现的比以前更好，比以前所有的这种成绩啊，比以前所有的表现都还要更加的一个厉害。还有代表的是一个释放压力，无论是物理上身体的一个病痛，或者说情感上的一个不舒服哦。这张牌的出现啊，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勇敢的往前走，而且是一个人就可以，就是你们不需要其他人的支持，你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不是软弱的，你不是脆弱的，在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你可以去克服障碍的，你们本身就是有能力有办法的。好的，下一张牌是这个 Cherry， 好。樱桃真的是非常的甜蜜、幸福、快乐跟丰收。在感情上，樱桃是有鲜艳的色彩，味道也很甜美，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爱情中啊，真的是可以收获一段享受的一个时刻，丰收享受。你跟你喜爱的人玩在一起，吃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抱在一起哦。好，然后一起在床上滚来滚去，一起聊天，非常的开心。好。你们享受一段无忧无虑，就是幸福的这种恋爱的一个时光哦。你们可能一起去逛大卖场啊，或者说一起计划旅游啊，沉浸在美好的过程中，值得期待哦。感情上会有这样子的好消息发生。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独角兽神谕卡，你的第一张牌是 Happy Surprise， 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靠近你就要发生了。其实这张牌跟这张牌意思完全都一样，就是你们会有很好的很正面的消息即将来到，让你真的是很开心，笑得合不拢嘴啊，就是长久以来期待的终于实现了。Try something new， 你们在这立春之后啊，真的可以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或者现在就可以再准备。你们现在就有能力去做了，而且你真的去执行了之后，才更加的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达到。就像独角兽，哇，他想要跟海豚一样去冲浪，他以为他只能在天空飞，没有想到他要当冲浪的独角兽，也是可以做得很好。好，光亮跟光芒哦，其实光亮跟光芒啊，它在你的本身，你们是发光的独角兽，你们被这个发光的独角兽所祝福，而且这个光照耀在你身上，也能够去温暖到你周遭的人。我觉得你们就像前面说的，你的本质跟宇宙连接，你的本质就是光的所在。好。非常快，你所期待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就要显化在你身边。你所创造的未来，那个你想要看到的一切，很快就会实现哦。好 ，You will know in the morning。当你醒来的时候啊，你每一天醒来，脑海中都会有一些新的点子跟新的想法，知道要怎么做。所以请大家放轻松哦。女孩在独角兽坐在独角兽的身上去望向远方哦。独角兽的能量正在陪伴着你。生命中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来自外在的其他人的不可控的事情哦。可是你脑海中的能量哦，绝对有办法去应付、去解决哦。你可以去度过这些事情。这张牌是一张迎向希望的牌，比如说有些人，如果你在婚姻中、在感情中一直面临着，或者说在生活中一直面临着持续的一个困境哦，比如说你跟你的伴侣一直都在为家庭跟事业的时间的分配感到拉扯，有一些争执。你心中可能有在想说要不要放弃这段感情，或是说我的事业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你们可能有一种觉得好像逐渐的陷入某一个困境，或是环境是不是对自己不利。而这张牌的出现啊，我看见你们除了可以将心声勇敢的表达起来之外，也可以看你身边的这个伴侣，或者说你的合作伙伴去建立一些新的规则来平衡你的一个需求哦。你可以去说出你的需求，你可以去观察你的规律。比如说你在
几点之后不能做什么事情，不然你做的这件事情会去消耗你接下来的精力等等。好，你面对问题，你直接的去看，直接的去解决，直接的去站出来发声之后，你的感情、你的生活状态、你的事业迎来新生，迎来重新的一个时刻。好，转变，而且你们是迎向阳光的，每天早上醒来哦，都是新的一天，你都可以好好的去运用，好好的去规划。新的动力、新的能力、新的活力，这股能量使你在困难中蜕变，你会从过去所有的阴霾中走出，非常有自信的来看待未来的一切，所有的困难被你踩在脚下，这个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样子。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下期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立春之后的好消息。立春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转变发生在第二组朋友的身上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牌卡哦。你们抽到的是疑问呢？为什么？可能这组的朋友，你们在生活当中哦，面临一些考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甘心，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像是为什么做坏事的人，为什么伤害别人的人都能够顺风顺水，或者是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不是正在给恶人权柄，让你无法了解的是为什么？那一些得寸进尺的人，他身上发生了好事，而你呢？你可能守着规矩，守着正道，凭借着良心，但是这样子的好事没有降临到你的身上，你的内心会觉得很困惑，到底这个世界的力量是站在哪一边的呢？比如说，有人你们可能看到在感情中，作恶多端的人，然后欺瞒的人，但是他却赢得幸福。比如说他在恋爱中背叛、欺骗，但是却获得一个很好的结局，或是很迅速的找到新的伴侣，看起来似乎过得很好。而你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发生，还有那一些你觉得行为不良、品行不好，或者是说欺人太甚的人，却拥有那么大的势力，拥有那么大的资源，可以去打压别人，你会觉得很困惑。很不解，这个是这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塔罗牌的部分，宝剑七，命运之轮，还有我们的死神牌。好，这回应了刚刚你们提出的那个疑惑。宝剑七宝剑七告诉我们，那一些利用他人的人啊，取巧的人，伤害他人而得到获利的这一些人，好，他们所获得的成功其实是表面的，他并不是说宇宙特别偏袒或偏爱他们，宇宙给予每个人自由意识去选择自己的行为哦。表面上的这个好运、顺风顺水，其实它其实是生命中的一个试炼，因为最终他们会面临自己的一个业力以及选择的一个后果。所以你现在看见他的成功啊，他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它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是对他的一个试炼，还有你们眼中的不公平啊，其实也反映到你内心的一个困境，还有你
内心没有被疗愈的一部分。好，在你觉得那一些人性中的阴暗面，或者说好像做不到的事情，反而赚钱赚得更多，这种所带来的成功啊，这种算计，阴谋背后的成功啊，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祝福。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真正的成功不是你立即的获得，而是你对自己诚实，并且你得到一个持久的平静哦。比如说，有的人你在职场上可能遇到说谎，或是暗中打压别人的人，或是抢功劳的人，就是在背后胡乱的编织谎言、说坏话、告状这种人，反而得到了上司的偏袒或信任，或是升迁的机会，你会觉得有苦难言哦，没有办法去诉说，可能你觉得不公平，但是在更大的生命的视角中，他正在承担他的一个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所带来的责任跟压力，他正在去承受那个业力。对这样子的人来说，他的升职或者说他的这个谗言被采纳，他这个谎言被采纳，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而你们如果获得的是内心的平静，这个其实才是一个持久的价值。好，死神牌在这边呢，想要提醒大家，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很可能是宇宙推动你们成长的一个方式。每一次不公平的经历，都是促进大家内在的一个蜕变。每一次的蜕变之后，都会拥有一个更加圆满的自己。所以，刚刚说过，有些人可能就是看到像前任的伴侣劈腿啊，或者是说谎啊，但是目前好像过得很好诶。其实宇宙想要说，真正的好是你内心的平静，真正的好是宇宙帮助你去结束这个不健康的循环，不健康的旧有的模式。真正的好是宇宙为你准备一个新的、更健康的一个关系哦。当你们经历过苦难之后，你其实会重生，你会展现出更强大、更光亮的自己。就像蝴蝶蜕变的这个过程，它在毛毛虫时期，它是有挣扎，它是有那种变成一个蛹，然后沉睡的这个时期哦，看似低调，看似沉潜，看似不公，但其实是为了日后的那个展翅高飞。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组朋友就想告诉你的讯息哦。命运之轮象征着世界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在循环，不断的在变，世事无常。有的时候你觉得它是好运，它抢到这个好东西，可能在过不久之后，你就会看见，其实是烫手玉山，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这些好运可能对他来说会转变成新的挑战跟新的困境，而那些不公平的情境最终也会转向公平跟平衡。比如说你身边有人因为得势，或者就是那种好像小人得势，或者是说平白无故的得到因为幸运就继承一大笔钱啊，因为怎么样就是靠着别人，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得到一些大财富等等，然后很骄傲很显摆等等，但是他最终可能因为过于自信而遭遇失败。命运之轮提醒大家，宇宙的平衡法则一直都在运作，就像四季的交替一样。冬天它很寒冷，但是冬天过后春天会到来，万物会复苏。所以你在冬眠的时期，其实是在为了春天的觉醒，它是为了日后的一个储备。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现在正在低谷，其实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很快那个高峰就在不远处，在等着第二组的朋友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哦，我们的这个朝着目标前进跟冲刺。
memory 美好的记忆哦。准备好了，这个也是一个要冲刺的能量哦。这3张牌在说什么呢？首先是一个行动力的重要性。有些事情哦，你不是只有知道，还要去做、去行动，才会把这个想法、这个理念，化成真正对你有助益的事情。像是你知道，要运动，要健康饮食。或者是要去学习某方面的知识，你知道这些概念很重要，但是你没有去做，它的好处不会反映在你的生活中，或者是说你很认同某一个投资概念、投资理念，你也做了很多种这种学习，但是你没有实际的去参与市场，没有实际的去投钱下去，你的这个知识是没有办法给你带来金钱上的回报的，除了知道、储备、准备好之外，你也要去行动。还有这组的朋友，宇宙想要让你看到，特别是当你不甘心的时候，你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就是这些事情带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它可能会，就是宇宙让你目睹这样的情境，是为了引导你去看见你内在真正重视的价值，比如说，是爱，是善良。或者是说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这个连接，也许这些对你来说才是持久的财富，而不是那个有形的财富。有形的财富的背后，它其实是为了你去支撑你的理想跟你的梦想。就是你真正是想要运用这些钱，可能是可以照顾家人、支持家人，或者说可以去完成一些你想完成的事情。所以那个金钱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真正想要的价值是什么？好，当你去理解一些事情，其实就能够去放下了。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在滑社交媒体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伤害你的人，他正在晒着他幸福生活、幸福美满的照片，你觉得他被宇宙偏爱？你觉得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幸运儿？而你是这种好像弃儿，不被宇宙看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人他应该要离开，这个人他其实并不适合你，你将你的回忆翻新，将你的回忆更新之后，你才不会继续的被他影响。所以，你跟他的这个交汇啊，它有点像是来到你生命中，让你去看见什么对你而言是更重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让你觉得就是很困难、很需要磨合的地方，那个可能就是你下次在找伴侣的时候需要去避免的。所以宇宙让你分开，它也是一个祝福，让你不要去跌入更大的坑里，它就是帮你暂停，或者说帮你画下一个句点，让你可以避开背后面更大的一个麻烦。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首先第一张牌啊，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需要好好的休息，特别是你要去留意你的休息不能是一个好像很零碎的片段，你想到才休息，你想到才去对自己好，而是它是一个需要真正的被排进你行事历的一个行程。你们需要休息，需要去放松，特别是可以建立一个固定的午睡的习惯哦，固定的起来走动的一个习惯。然后蝴蝶的能量出现了，好，蝴蝶带着你们往前走，往前飞，所以这有点像是你们被宇宙推着，强迫的往前走，或者说宇宙帮助你去飞到你想要的地方。我觉得你们不再会停滞不前，你们一定会前进哦。好，也许你觉得你当下的力量不够，但是呢，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都会有光芒去指引着你，都会有蝴蝶去协助你，去助你一臂之力，带领你飞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哦。长夜漫漫长夜，终有破晓之时。所以不管多么长的黑暗，那个只是光明的一个序章，黑暗终究会过去。你是被宇宙深深祝福的人，而且真正的幸运并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而是回归到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跟真诚哦。这一组的朋友看见你正在提升自己的灵魂频率，去吸引更大的一个祝福。你自己可以选择超越眼前这些不舒服的情境，你不会再让他们去扰乱你的心灵，因为你比这一切更加的强大，更加的智慧。而蝴蝶啊，它也要带领你们到一个我觉得是更加适合你的一个环境，令你更加舒服的一片草原。你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跟周遭的人建立关系。如果你周遭环境是有毒的话，这个蝴蝶哦，它也是一次会帮你清理好，断舍离。它知道它会去引导你哪里是适合你的一个方向，所以你可以跟随着蝴蝶的翅膀前进前行。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真相哦。这张牌呢是风的元素，风之歌哦。好，我们看到空气的一个能量哦，空气是生命4大元素之一，空气、水、火、土。那空气它可以我们呼吸的氧气，或是以风的形式存在，它也代表了某一种生命的能量哦。所以这张牌我们看见这棵树啊，它好像正在受到很强风的一个摧残，这个风暴看起来很强，但是更强的是树根的能量。树根呢，它很深的扎入泥土中，所以呢，不论这个暴风怎么样子的侵蚀，它的树根其实都不会被吹散。而当风停止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大树它是还活着的。所以宇宙想要说的是，生命有的时候会去刮起一阵暴风，特别是周遭的人啊，伤害别人的人就很像是这些暴风一样，他们的力量很短暂，而你就像大树一样，你是不会被吹倒，你是不会被吹垮的。而且透过了某一种清洗跟洗礼哦，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放下生命中、生活中不真实的事物，你会释放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做自己、无法真实表达的一个关系哦。也许你们寻求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灵魂翱翔哦，真正的去说，真正的去表达，诚实的面对自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真相。很多时候，当你的脑海中塞了太多别人的意见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不知道究竟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可能正是因为某一场风暴，某一场这个让你内心很混乱的一个事件，让你重新的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一个想要哦。因为你在意，你才会有反应。所以呢，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生命中让你特别有情绪波动的事件，它可能是在帮助你看清真相。好，蜿蜒的一个河流哦，这个蜿蜒的河流，它看似一条很曲折，然后弯弯绕绕的水路，左右摆动，但是它始终的向前走。这种蜿蜒的河流，它其实充满了动态的活力，它穿越山谷，将这个山上的这些泥土啊带往新的栖息地。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水的流动啊，象征着你们生命的一个流动，象征着你们的生命的更新跟疗愈。所以当你去留意生命中的各种迹象，现在的方位是什么，顺势而行，跟随他们，不要抗拒，随波逐流的时候，你的生命力会扩大，各方面都会带来疗愈。有点像是你站在浪头上，你站在
风口上，其实顺势而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容易成功哦。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透过神圣之水来清理你内在的旧有的限制性的信念，原谅、放下，以及放下某一种对某一个观念的执着，就是人生非要怎么样，或者说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才是幸福，才是圆满。你们越来越感觉到生命的顺畅的流动，你不会再过于对自己挑剔、批判，觉得自己很烂，或是你就是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如果过去是这样子的状况，现在就是完全的进入到一个顺流，你会感觉到感恩跟爱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你会发现祝福围绕在你的身边哦。你即将进入一个恩典的状态，而整个疗愈的能量场也会随之而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牌是圆满哦。好，这个蜜桃成熟时，果实累累的这个桃树，好，桃树在早春的时候开花，所以它会被视为春天跟生命重生的一个象征。然后这边也有幸福婚姻的一个能量哦。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备孕期待新生命的降临的话，这组朋友你们抽到这张牌桃树，也有这种生产的一个好消息，幸福的一个好消息。所以这张牌的能量其实很好，它是一个圆满的能量哦。你们生命中其实有些好事正在发生，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好事、愉快的事情，让你觉得满足的事情，毫无保留的去享受当下的这个喜悦哦。有的时候要多多的专注在当下。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很习惯延迟满足的人，就是很习惯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或是很习惯牺牲自己现在的美好去换取可能未来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累积。你可能觉得现在自己的牺牲，这个忍耐是因为可能未来会有更好的回报，我为我的明天做准备。可是这样你从来都没有活在当下，你从来都没有去享受当下的那个美好。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财富啊，在不同的时间点使用，它会有不同的意义。可能比如说毕业旅行吧，你就只有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可以跟同学出去，或者说有些时候就是这笔钱在这个阶段哦，你可以做的事情，跟你在往后不同的年龄段可以做的事情，可以享受的事情，可以看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你们也要去享受当下。这个水果它成熟了，就摘下来吃，开心的吃，用生命所有的美好去丰富你的生命，毫无保留的去爱，用力的去爱，珍惜那些生命中你觉得重要的人，你觉得令你开心的人，在生活中填满一些让你开心、喜悦、欣喜的人，一些经历、地方哦，包含一间可能你很喜欢去的咖啡店，你很喜欢吃的一个甜点等等的。好，你去让这些好事情填满你，放下那些削弱你能量的人哦。你不要把你的专注力跟这个精力赋能，就是给予能量在他们身上。你不需要再把别人的需求放在你自己的需求之前。还有如果你身上曾经有一些就是病痛，或者说你有健康的问题啊，你身体一直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会过敏啊，或者是说常常就是皮肤会痒等等的。好，这个成熟的桃子，它也象征着健康的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生活中。所以这张卡片呢，不论是对你的健康，或者说你的一个身心灵的喜悦，以及想要怀孕的话、生育的话，这张牌都是好消息。再来看一下动物的神谕卡，我们看到的是乌龟，还有锦鲤哦。乌龟哦，慢而稳，最后它赢得了比赛。所以这张牌出现啊，我觉得可能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很多人是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徒劳无功，或者是说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把你心情的累积都
打乱了。但是你们有点像是乌龟的精神，就是乌龟的精神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一步一步的前进，它虽然是慢慢的走，但是它最终会到达他想要去的地方。就是乌龟在走的时候，可能会花时间去沉思他当下的道路，做好他该做的事情他不会横冲直撞乱跳，他就是很稳缓慢的向前走。有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要的不是一直往前冲，而是减速。即使你觉得可能做的不够多，你要加速，但这张牌出现告诉你说，就是单纯的做好现在做的事情，也不需要去多做好，你单纯的去做好现在的事情，看清楚方向，反而更加的重要。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的多，就像刚刚说的，你站在风口上，然后猪都能飞，对不对？如果你选对一个很好的这个趋势，或者说你选对了方向，你的这个努力才会获得回报。而这个乌龟就是这样，它看清楚方向，再往前走，然后专注于现在，下一步自然会明朗起来，不需要过度的用力，或者说急于去跟别人比较，超越他人，不是这样子的。这张牌提醒大家你不需要去竞争，就是你可以去放下竞争，或是控制，你停止做更多的事情的那一个冲动跟欲望，取而代之的就是无为而为，却成万事，这样子的感觉。其实灵性在为你策划，你可以放慢脚步，爬行观察，释放心中的一个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觉得生活好像一场竞赛需要去各种的攀比，各种的努力，不然就会落后。你们最终要通往的目的地，它不是竞争，而是它是繁荣跟爱。所以你们不需要去好像努力的做，你只需要好好的去享受你当下的存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锦鲤的精神锦鲤它可以在小小的池塘中成长茁壮，所以其实这张牌在讲说，第二组的朋友们，一个人都有繁荣的潜质，你们最终通往的是繁荣，这个繁荣是你们生命中自然的状态。无论你觉得你目前的外在条件如何的有限，如何的受限，你都能够召唤繁荣，你就是一个繁荣吸铁，去吸引你所需要的机会跟富足。无论你现在所处的池塘看起来有多小，你都要带着明确的意图，现在内心开始创造富足，并且欣赏你周遭的丰盛。好，如果有人成功了，你看到他，你可以去想说他是怎么达到成功的，到底中间有没有你可以去效法的一个地方你看见这组的朋友，你们开始会去形成一个舒适的状态，各种形式的财富会围绕着你，你可以去体验丰盛，你可以跟你的灵性一起有意识的创造共融，这个灵性会很快的很愉悦的把你所需要的资源带到你的面前你本身会有更多的价值可以体现展现到这个世界中，所以不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都能够去吸引到更多，绝对不要去低估自己的一个价值锦鲤精神告诉大家，大家绝对是美丽的、被爱的，并且深深的受到珍惜，而外在环境正在改变，来反映你内在的一个真实。当你觉得匮乏，当你觉得没有足够的资源，不足以面对当前的挑战的时候，宇宙想要告诉你，这个信念它是暂时的，它只是反映了过去的一个结果，但它并不能去预言你的未来。锦鲤精神就是你能够去改变这些状况，它这个锦鲤的能量就是你的盟友，就是你的同伙伴，它可以帮助你转化那一些对于匮乏，就是存在匮乏的内在的信念。也许你曾经经历损失，也许你这个信念是来自于之前的某一场
骤变，或是说灾难等等，你害怕再次的失去，你觉得机会渺茫，觉得不要抱期待比较好。锦鲤精神告诉大家说，透过灵性的练习，确实可以将内在的丰盛转化成外在的实相。而且大家你们不要觉得说你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去给予的，其实你们是有很足够的能量的。比如说你跟别人交汇的时候，你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一个微笑或是几句鼓励的话，路人问路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指引，这些行动其实对别人来说，其实会是一个很巨大的帮助，或是反转。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举手之劳。所以你们拥有的其实超乎想象，你们拥有更多的天赋，比你想的还要更多，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富足。而当你把一些小小的部分分给他人的时候，你们不仅不会减少，不仅不会缺乏，你的富足还会增长，外在环境也会跟着转变。丰盛跟爱本来就属于你，等着你去接收、去体验、去享受这一切。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内在之眼的松果体的一个启动，第三眼灵性的一个桥梁哦。你们注意力所在的地方，就是你力量所在的地方哦。这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敞开心扉，去接受内在直觉的指引跟智慧，凭着直觉来指引。这个直觉是超过理性逻辑跟言语所表达的一个范畴哦。有的时候在科学还没有探索的领域，探索的一些地方，就是科学还未解之谜，但是确实存在的一个现象。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就可以用直觉去感受、去表达哦。好，对于某些人来说，我觉得这个能量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能量它像是一道光芒，瞬间的出现，瞬间的照亮那一些你曾经觉得模糊的事情哦。我看见你们的这个第三眼啊，它可以让你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细腻的观察这个世界哦。比如说，你可能会去做着那种清醒的梦，或者是说，你会感受到你自己好像是一个观戏者，在看待一场戏剧的人，而你自己跟身边的人都是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者，你好像能够去分离你的肉体跟灵性。这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身上吸收了一些毒素，这个毒素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能量上的，这些毒素可能会让你去模糊你的一个视野跟眼界。比如说这个毒素是怨恨、恐惧、悲观或是批判，还有愤怒。好，现在宇宙出现这个能量哦，强化内在之眼的一个能量，就是要把这些毒素通通都洗干净。我们会进入一个旁观者的一个状态，旁观者的角度哦，你会去关注周遭的一切如何和你的灵性统一的震动，同时你会去精选，有点像是在生命中精挑细选，去看看哪一些能量，哪一些人事物是你想要让宇宙把它留下的，然后哪一些东西你想要丢掉，你想要远离哦，特别是那些会耗损你光芒的来源哦，你会把它移除或者是远离，让它淡化影响力。其实自然界有无数的保障，它正在提供你能量疗愈哦。这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运用自然界的元素来调节你的身体的频率、生理的时钟，还有一个这种昼夜的节奏。什么时间对你来说工作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说什么时间进入到睡眠，对于你的身体是最有利的、最好的。学会信任大家内心的声音的流动，而且你也可以将你们感知到的一些灵性的体验记录下来，分享出去，我觉得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一个共鸣哦。好，接下来看到这张牌哦，是山。
山的能量啊，在生命中出现，可能会被视为一个你觉得无法跨越的挑战。但是大家看这张牌哦，它的山其实路已经开了，有的这边有一个光芒，然后上面也有一个山的这个形状，但是这个山呢，它是白色的，它是发光的，代表说障碍被清除。这张卡片的来临啊，代表说所有阻碍你视线的事物哦，必须要崩塌，必须要瓦解。一旦崩塌瓦解之后，你会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个是大家面对的最后一道障碍，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才会看到丰厚的回报。在这个山还没有被移开之前，你看到的不是光芒，你可能就会觉得啊，全部都是黑暗，全部都是很高的山壁，你根本就逃不出去，你根本就爬不出去。可是当这个光芒一旦来临，这个障碍被清除之后呢，你就会看见你眼前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你会知道，在地平线的另外一边有更多的丰盛来等待着你，所以不要害怕，任何的需要去被释放的能量，现在已经正在启动，正在释放。任何想要去干扰你生命、想要阻止你的人哦，他们都会离开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聪明而且坚韧的，你不会让任何人事物去偏离你的轨道。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绕道而行，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取得进展。可是你们的力量正在升起，你继续前行之后，你每一次的高度都在提升，你们看待的视角跟视野也会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过去认为是挑战的事情，你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因为你过去站在最底下的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看起来好像都很有压力感，或是都会把你压垮，但你们现在已经升到这个顶峰了，你看待的一切困难哦，好，这些障碍都已经在你的脚底下，都不是障碍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释放你的罪恶感。很多朋友可能过去阻碍你的是你内心的一个罪恶感，现在放一把火，把这些东西都烧掉，就是任何影响你的负面的情绪，它可能在你的生活的各方面去影响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你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正常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你在十字路口需要面临选择的时候，这个罪恶感又袭来，或者说你身上的一些重担，让你没有办法去选择真正对自己有利的，真正对自己想要的。现在把这些东西都释放掉，用火烧掉，你们已经从重担中、牢笼中脱离出来，并且重新的去建构你自己哦。好，大家看到这边有2个女生哦，她们把过去的重担都丢到火焰中，同时她们在地上找寻的是什么？是幸运草。他们2个好像在互相交谈，互相的讨论，而一边交谈一边讨论的同时啊，身上也已经找到了很多属于他们的一个幸运哦。所以把那些负面的模式释放之后，真的你们会感觉身体、身心灵都轻松了很多。这边有一个比较瘦的女生跟一个比较胖的女生，可能有些朋友你们对于自己的限制性信念是关于自己的外貌、身材呀，或是你当前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是不是你这种与生俱来的一些不可改变的这种事情，或者说条件去影响你，让你没有办法达成幸福？其实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幸运草都已经汇集而来的，就在你的手上，请你去看看，你的生命中就是由各种微小的细致的幸福累积跟编织而成的。当这些小幸福、好事情累积到一个就是累积到一个数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是可以整个翻转你的人生的。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好。火凤凰这张牌也是有一个火的能量哦。不论你们
当前有多绝望，你们都可以撑下去，你都可以存活。不论你去经历什么样子的试验呢，最终呢，你们不会被烧得灰飞烟灭。最终你们会去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新的剧本，新的一个故事哦。你会在结局中去画下一个就是你喜欢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到目前还是开放式的，你要怎么写其实是由你自己去写。而且这个朋友，这个女生呢，她戴着一个黑色的皇冠，有点像是她从这个灰烬中重生了，她已经克服了，一切都难不倒她了。最终呢，他可以去召唤自己心中所想要的一切，最终他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是可以自己去写这篇故事的。接下来的生命的走向，你们去找回了主权，主权其实是在大家的手里的，不是去好像你需要去听从依赖某一个人来帮你做决定。好，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小小的星辰哦。这组的朋友，这张牌其实有一个许愿的能量。可能很多朋友你们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外星人，就是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孤独感跟疏离感，就是其实你们很特别，但是又想要去隐藏自己的特别。因为你发现，如果你把自己很特别的想法说出来、表现出来，可能会跟当下的那个环境格格不入。其实你们内心有很多的，也许是鬼点子、独特的想法，或者是说你觉得说出来会吓到别人的一些念头，你都隐藏在内心哦。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呢，可能跟古老的国度，或者说古老的智慧有很深刻的连接哦。你们会讲出一些好像不是你从书本中学习而来的知识，或是说超常异常的一个成熟的智慧的话语，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啊，你们就拥有这样子的能力哦。好，你们绝对是很独特的一群。对于你们的精神啊，我觉得这个精神到最后啊，适合你们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回归平静的一个生活，就是在这么宽广无垠的宇宙中，你觉得自己，你过去可能觉得自己是很孤独的，要跟你找到同频的灵魂、相似概念的人可能很难，但是以一个无垠的这个宇宙的视角告诉你说，其实和你类似的这种小小星辰的光芒正在你手中聚集，你可以去吸引而来的人，就是他们能够跟你沟通，这个是多棒的一件事情。你们不用被视为异类，或者说你们不用好像想说又不敢说，你可以畅所欲言，就是你说出来的，你讲的他都知道。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你的灵魂伴侣，你的灵魂伴侣就会在这个对的时刻出现哦。你可以感觉到在他生命中，就你们在彼此的生命中，其实是可以很放松、很顺畅的一个流动。好，你们非常有默契的，在这个生命之流中前进，前往同一个方向，而且这个伴侣来到你的生命中，他会来还原你本来最真实的一个样子，你跟他有着最完美的融合，最完美的一个合一哦。在他身边，我觉得你就是这种独特的、闪耀的、跳动的小星星、小星辰、小可爱，恣意的挥洒你的光芒。你过去可能好长一段时间觉得你必须把这个内在的小男孩、小女孩关起来，因为你怕吓到别人。现在其实不用，你们可以很安全的发散的光芒，甚至你的光芒就是被宇宙、被现在这个快速的变化的 AI 时代是确切的需要的。好，接下来很多的人可能会回归到这种身心灵的议题，或者说现在这个趋势，很多人开始关注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其实这身心灵的一个健康状态，其实我觉得你们非常可以利用你的优势去做一些什么，去改变一些什么，去推动一些什么，去引领一些什么。这个就是刚刚所说的顺势而为的一个力量哦。
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看一下立春之后的好消息。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卡是猎户之门哦。好，你们的第一张牌卡就非常的厉害哦。这个猎户座啊，星座之王哦，它几乎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很轻易的被辨识出来，很轻松的可以被辨识出来，识别度非常的高。然后这一张牌也标示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展，就是你们的生命啊，会有一个新的开启，新的门为你打开。不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事情全部都可以翻篇，全部都可以往下一个阶段走。好，无论是事业、感情，或者是说在其他方面，你过去如果觉得进展得很缓慢，或者是你觉得不看好当前的那个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猎户座的能量，这个猎户之门一出现，就代表说，其实对于困扰你的事情，或者是说令你烦恼的事情哦，它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过去的业障，或者说你过去被人家欺负，好，过去被人家有点像是影响的那一种负能量啊，闲言闲语啊，这些障碍，这些牵扯的业力都已经结束了。比如说感情中啊，哭哭啼啼的，然后又很纠结没有结果的这种恋情啊，或者是一个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工作环境，负能量很深的工作环境，这些障碍全部都被清除了。你们到幸福的距离有多远呢？其实就是这一扇门打开之后，你就会迎来属于你的丰盛，你就会迎来属于你的一个幸福，你就会迎来一个很巨大的满足感，好像之前的灰暗啊，都好像是很远很远以前的事情了。就是当你们在这个新的阶段开启之后啊，你进入到这个新的阶段，可能1个礼拜、1个月之后，你们整个能量场就改变了。你觉得生活变得非常的美好，很多的愿望都可以快速的实现。因此，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过去那一张很忧愁的脸，好，过去的那些误解都离你很远很远了。所以，过去的那些困难有了解决的一个契机，它就是来到你们生命中的这张牌，它不是一个好像很普通的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转捩点哦。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呢，你在事业瓶颈困境的时候，可能你生命中出现了一个贵人，他是一个你的朋友，他刚好就是在创立公司需要什么样子的资源，邀请你加入，或是他手头上知道有什么样子的机会，有什么样的资源，哪一边缺人手，而你的这个专长刚好就符合，他就介绍你去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真的是非常的看重你，然后可能也赋予重任，你的专长也可以得以发挥，或者是说，你原本这间公司很普通，经由你的老师，经由你的这个一些长辈帮你介绍到一家，它是新创，你进去之后呢，你有很多的这个股票嘛，那这个股票这个新创上市之后，哇，你就一夕之间翻身，一夕之间就财富自由了，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就是你会出现一个命运的转折点，就是一次性的帮助你解决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健康的状况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很不舒服，或者说身体就是觉得就是有一个比较不知道怎么说的状态，可能就是你身体检查都检查不出来，或者是说你拥有你的这个病症，可能医生过去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就是他试了一些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反而让你病情加重。现在有办法
再一次检查，或者说再一次这个因缘际会之下，你被牵线到适合你的医生哦，很快的发现问题的根源，然后这一切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小的这种小幸运，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好消息来到你的生命中。比如说你得到了某一个录取通知，或者是说你在等什么样子的审核，可能这个审核通过了之后才能够盖你的房子等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官方的认可，你在等待它，你才会拥有什么样子的身份。就是很突如其来的等到了，可能照排程还要很久，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你就很顺利的拿到了你想要的这样子的审核，你想要的这样子的位置。所以它不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是那种，比如说如果你是业务啊，好，你谈成了一个很大客户的一个签约，好，或者说你苦心经营的副业获得了这个天使投资人想要来帮助你等等的，让你原本的这个状态原本那个情境注入了非常多的活力。所以这个门打开之后，我觉得真的很不得了。不仅你过去的努力得到回报，你也看见了全新的视野跟全新的一个机会。可能你过去未曾想过会接触到的人事物，一些人脉，不同圈层的人，还有资源，你都能够得到。它为你带来一个好像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财富跟无限的成就感。在扇门打开之后，你迎来了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你会觉得你对于生命有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掌控。比如说你过去就是要存钱买房子，存头期款，现在可能就是我喜欢哪一栋，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的2-3户就包下来的这样子感觉哦。就是它是让你的生命完全的翻篇，过去觉得很困难的事情，现在轻而易举的可以得到。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是这种突然对某一个领域跟兴趣产生强烈的热情，某一个领域的知识你就非常的有兴趣。比如说你特别的想要研究投资理财啊，废寝忘食的听，然后就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就像这样子，好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这个领域这么的有趣，然后还能够帮助到我的生活。或者有些朋友，你可能迷上了旅行啊，在旅行之中得到了很多的快乐，然后也带来了更宽广的一个视野。所以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顿悟，可能会有一个灵感，帮助你放下过去在你身上的包袱，然后轻装的往前走，就是很轻便的往前走，很舒爽很开心的往前走。好，那第二张牌是被吹啊，弥勒佛未来佛弥勒佛。好，这张牌呢，可能就让大家想到这个笑容可掬的弥勒佛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你们在生命中立春之后会迎来一个人际上的很大的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在家庭里，你可能会收到一些来自于你家人的温暖的支持跟行动，比如说一些帮你解决生活上的一个困难，或者是说有些朋友在立春之后，命运之轮会为你准备一个惊喜的礼物。比如说在某一次的聚会中，某一次的工作场合中，你会去邂逅一个你感觉到命中注定的人，这个人他可以立刻的引起你内心的共鸣，你会觉得跟他非常的有契合，就是心灵契合，好像聊天讲话停不下来，你会没有办法去抗拒想要再看他一面的那种吸引力，就是你是坠入到这一场恋爱当中，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抗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你就是想要多看他，多了解他，多跟他聊天。
好，那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跟你现在的伴侣啊，可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高峰期，就是感情会升级，感情会升温，有点像是，比如说你过去希望你的伴侣做什么事情，他可能也会听从，或者说他会知道你下达指令你就去做，而他就去做，就你下这个指令他就去做。而现在的升级有点像是你还不用下指令他就去做了，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去做，你得到的是一个升级版的一个爱，就是他是真的想要让你开心去做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主动，那个不同的感觉。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对你来说啊，人与人的一个连接，不知道是不是过去这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困扰，可能有些朋友你们是一个比较很 I 的这种 I 人，就是比较内向的，不大喜欢跟人家交流。有些朋友你们这一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你们选择不这么跟别人交流的原因，是因为你过去在人际上受了太多的伤害，所以你宁可把自己封闭起来，或者说你宁可不要释出这么多的善意，就是害怕受伤，所以你宁可先预设好这个人他可能对我有一些不好的心态，或者说你宁可先有一些防备心，也不要好像糊里糊涂的就被人家骗了，就被人家吃掉了感觉。有一种吃了太多的亏，现在宁可就是去错杀一个人，也不要胡乱的去相信一个人，就先把他当成坏人的这样子的感觉。而这张牌的出现啊，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其实在心灵上不会再这么的防卫的去生活，因为其实很累，就是你总是要去提防的话蛮累的。这张牌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会得到很多来自人自己的这种支持跟慰藉，一些善意会让你觉得人世间其实是很温暖的。还有就是如果有些朋友你们一直期望的，你想要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有一大笔资金的，比如说买房，比如说创业计划等等的，立春之后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个房屋的条件，或者说资金会到位，来帮助你去完成你的梦想，让你可以如愿以偿。比如说你之前在挑房子啊，总是挑不到好的物件，或者说好的环境，各方面就是要结合很困难。还有尤其是这种居住的品质啊、社区啊、邻居等等，你可能烦恼了很久。好，要住在哪里呢？立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物件，还不错的居住环境可以供你们选择。那如果是在资金上，就是需要资金去完成的一些事情啊，这些资金也会到位，有这样子的能量在。好，我们第3张牌Mercurius 墨丘利。好，你们东方跟西方的神啊都到齐咯。这张牌墨丘利，它代表的是好消息很快就到来，好事很快就发生，然后行动起来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顺畅。因为墨丘利它是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递讯息的一个使者，它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行走就像飞一样。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看你们的好消息啊，就像这个金黄色的这个熔岩，金黄色的水一样，很快的，然后金光闪闪的流到你们面前。这个也有财富的能量，财富很快的就来临了。好，在工作上啊，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就是在一次会议中的发言啊，被老板或者说被上司听见这个提案很棒，然后被高度的认可，让你的这个职涯快速的做直升机一样升上去，或者说你的计划可以快速的推展。有些朋友呢，可能你会遇到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贵人，透过他的对话，透过建议，
让你可以突破困局。比如说有些朋友你正在寻找一个家庭跟工作平衡的一个生活方式，或是有一些人呢，你就是希望可以多一点时间回归家庭，但是在金钱上应该要怎么安排怎么分配呢？这个人的透过你跟他的这个贵人的对话，你的这个发问，他的这个回答，你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未来应该怎么走去实现你理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好，那这组的朋友，我觉得立春之后，你们的思维会变得特别的敏锐，你可能会去解决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你的问题，或者是说你一直都想不明白的一个议题啦。可能你过去就是听人家说这件事情就是要怎么做，你听了很久，或者说看了很多的书，看了很久，你一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你只是听到，但是跟知道、了解去行动，那中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现在呢，我觉得立春之后，你的思维很敏锐，你懂了之后去做，而且是做得非常的好。比如说你在处理一份报告，完成什么样子的法律文件等等的，或是做一些创作的时候，就是行云流水，非常的顺畅就去完成了。有些朋友你们在立春之后的某一天呢，会接到一通电话，这个电话或者说这个讯息啊，彻底改变了你的命运。好，它可能是来自这个很大型的这个世界百强公司的一个电话或是一个讯息哦，他告诉你说，可能你之前的面试通过了，或者说他对你很感兴趣，给你一个面试的邀约，或是他想要跟你去签订，就是一个这种长期合作的这种服务的一个合约哦，你几乎不敢相信你的眼睛，有这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吗？而且真的要去跟你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吗？这可能是你有史以来遇过最大最慷慨的客户，收过最大的一笔订单，对你来说啊，就是好像一场梦一样。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说你可以进入他的这个公司，是你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不可置信的，你就获得了巨大的签约金，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是扩展自己的业务规模，然后也因为这个合作，或者说也因为进入到这个公司哦，为你带来更多的人脉、更多的资源，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业界的一些精英啊，很厉害的人，很厉害的这个前辈，还有新的一个机会哦，让你觉得说啊，这一切得来太快了，如梦似幻，美梦成真的感觉。那再结合前面的这个牌卡啊，有些朋友你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可能就觉得自己表现的不错，因为这个莫丘利啊，代表说你跟这个很重要的人士的沟通，比如说面试官的沟通特别的顺畅，你的表达方式、你的呈现方式，面试官非常的认可，非常的喜欢，因此这个奇迹，或者说你认为的这个奇迹，在前面这个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或者是说，你进入到新的这个工作圈中，你的同事都很支持你，这个环境是很友善的，所以这两张牌卡其实是互相呼应的，你们真的是被东方跟西方的神共同保护着。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真的你们的牌卡能量非常的强，全方位的一个好运呢。神圣大地的能量哦，你们之前获得那个好运啊，获得那个工作啊，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好运哦。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财务状况绝对会得到很显著的一个改善。比如说呢，刚刚说过的这个工作上的签约金，或是合作的这个机会得到的很大的一笔订单的这个收获之外，还可能会让你有这种意外的奖金、退税，或者说这种投资啊翻倍的能量出现。偶然的一个投资的项目，而没有想到这个投资项目一飞冲天，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安全感，还有如果你过去已经长期投入在某一件事情上，你的创业，你学习某一项技能或是一个副业等等的，你都会看见你在这项技能、这项知识上稳定的进展，你会看到成果的。还有啊，这张牌也跟健康有关哦。好，
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在健康上面，你们会去调整某一些饮食的习惯，比如说运动啊，或者说饮食的调整，这些调整会让你的身心灵带来明显的改善，就是明显的，比如说瘦下来，你透过减糖饮食，你透过什么168等等的，就是很能够明显的将你的脂肪体脂减下来，然后你拥有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这个身形，身体也变得更加的健康。还有有些朋友你们会进入一个一生的承诺的关系，可能你在某一个社交的场合遇到令你眼睛一亮的人，你们两个透过简单的这个对话一谈之后，非常的契合嘛。前面有谈到爱情上的一个好消息，接下来呢，这个好消息会进入更深层次的连结哦，因为你们可能一开始还有一些防备，觉得说你自己到底能不能够重新的投入感情嘛？你可能会有一些犹豫，但最后这个人的温暖跟理解会让你逐渐放下心中的一些防备。最后可能就几个月之后，他就跟你求婚，或者说他就问你，要不要去进入到婚姻的关系哦？这组的朋友，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自己可以在一个充满爱跟信任的关系中被疗愈着，而且这个关系啊，它给你带来的是无尽的快乐跟无穷的一个希望。你可以跟他很扎实、很落地的共同规划未来，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而且这个全新的生活是扎根扎的非常深的，所以对你来说啊，你们就是有点像是迎来生命中的爱情的奇迹。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啊，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的这个好消息来自于一个好像很意外的，来自于你的这种家族的能量哦。比如说呢，意外的去继承一个来自远房亲戚的房屋，或是说遗产等等的，你不敢相信，就可能跟这个远房亲戚也真的是很少联系等等，然后你就是收到一大笔的金额，或者说土地房产的这种讯息也有哦。好，而这样子的能量啊，说你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财富上的好消息的能量，它是可以去帮助你完成一个很大的梦想。比如说有些朋友你是还清债务，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想要环游世界，这样子的金钱能量绝对足够帮助你去支撑，去改变你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你不再为金钱烦恼，你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的这个理想。所以这组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立春之后啊，真的是充满很多意外的转折跟意外的一个惊喜哦。这个能量啊，是一波接着一波把你们推向高潮的。好，接下来看的是和平之烟哦。好，这张牌可以看到橙红色的夕阳哦，它的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温暖哦。然后烟管上有一些羽毛，他在祈祷，他在跟神圣的力量做连接。这一张牌很明显代表说，你们生命中啊有一个僵局、困惑的僵局局面要被化解。有些朋友你有机会跟一个重要的人和好，感情上的，或者说跟一个你很想跟他和好的家人或是朋友，你有机会跟他和好。或是有些朋友，你会在心灵层面上跟自己达成和解，你终于放下了，不再怨恨自己过去的一个决定。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跟家人朋友长期处于一个矛盾哦，你一直想要修复关系的话，现在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机会，有一个转换，你真正可以去拥抱彼此，修复彼此，然后你重新的感受到亲情或是友谊的一个温暖。
那有些人则是在工作上，你跟同事或是主管的一些意见的不合的地方啊，就是看法不同的地方啊，这种排班不同的那种概念等等的，或是对这个专业啊不同的做法，可以找到一个让团队运行更加和谐的方式，就是你不会觉得心里有芥蒂，做起来很不舒服。还有就是刚刚说过跟自己和解嘛，如果你过去长期因为某件事情当时没有去做，或是当时去做了，你的内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恶感，或是后悔，一个没有办法去挽回的事情，甚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你后来的人生，或是你影响到一个很重要的人，你觉得很难过。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立春之后，你会找到一个释放压力、释放情绪的契机。你会获得平静，并且不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野性之歌哦，好，出现了彩虹，阳光很自在的洒在田野上哦，好，还有彩虹的能量哦，大自然在召唤着第三组的大家要做什么？去冒险吧，去突破现在的限制，去探索，去接收未知的机会。你们会听见内心的召唤，然后会鼓励你，就是勇敢的去踏出新的一步，就是你想要去多多的尝试，你会觉得你还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看看，可能你有很多的美食想要去品尝，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想要去探索，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角色，你都想要去试一试。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获得一个转换职场或是工作角色的机会，比如说内部的调动，就是换了不一样的业务，然后换了不一样的工作，让你带来全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或是更适合你的个性。你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更舒服的，没有那么多的负担跟烦恼。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有一次旅行的计划去成型，好，旅行的，而且可能就是很突然的就看到有什么促销，也许就订了机票，或者说就跟了旅行团，或是来自别人的一个邀约哦。那这个计划它是可以让你去跟大自然哦有很深层的连接哦，就是你的这个旅行啊，是可以接触到很原始的这种大自然哦。你在这其中感觉到非常的喜悦，还有灵性，有一种跟神圣大自然做连接的感觉哦。那另外哦，这边也一样，连接到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跟前面那张牌有点像。你们对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会有很明确的动力去执行，甚至会有一些这种饮食的一些知识，新的知识，营养的一个新的知识来帮助你去执行哦。好，自然的一个灵魂，自然之灵哦。这张牌绿色的光芒，好，绿色光芒照耀的这个小径啊，它是完完全全跟自然能量做连接哦，然后通往的是一个很神圣跟神秘的一个地方哦。立春之后呢，会有来自自然界跟灵性层面的支持，来帮助大家重拾内在的一个平衡哦。很多朋友你可能会在这个沐浴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在大自然散步的时候，有一些灵感，有一些答案，你们可能会很喜欢去看山、看海等等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会透过自然疗法，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中医药草式的一个疗法来改善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或是一种身心灵疗愈的方式，冥想、瑜伽等等的来去解决一些情绪的问题哦。有一些朋友你可能会发觉哦，你在生活当中想要过得更简单，这个简单的方式是你想要去舍去一些真的没有在用的一个物品，让你的心更加的满足，就是生活更加的简单，但是心里更加的满足。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去买一些花花草草啊，来装点你的家哦，买一束花来插花在你家中，或是去去学一些跟这种植物啊好有关的一些如何变成金手指嘛，种植一些植物，或是整理居家环境，为居家环境带来一些绿意，或是有些朋友你会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它是
面公园，或者是说它打开来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色，这样子的环境，一打开窗就有如映的这个美景哦，绿树啊环绕，非常的好看，或者可以看到山这样子的很漂亮的一个景色，好让大家有沐浴在大自然中的能量哦，你们的灵性上获得很多的支持跟提升哦。雷鸣之鼓哦，这张牌又是厉害的一张牌哦。扬起的鼓，还有天空中的闪电，展现了很震撼的一个力量哦，就是很大的一次改变跟行动要来了，就是你们生命中重大的转折跟突破要来了。这个重大的转折跟突破，它的源头来自于你内心的强大的一个动力哦。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如果你一直都想要去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话，你接下来会有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比如说你在团队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指示，或是得到一个重要任务的机会，让你可以完全的去展现自己的一个实力。在这段期间呢，你可能也会勇敢的去跨出舒适圈，去迎接一些新的挑战，展开一些新的合作，尝试一些过去没有尝试的这个事情哦。或是有些朋友觉得你可能会有这种公开的表演、公开的演说、公开的这种影片，或者说公开的去阐述一些你的想法，公开的去发表一些言论，或是进行一些活动等等，你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被大众看到的。在这个好像这种公开的大众的过程中啊，你其实可以获得其他人的认可，获得其他人的一个尊重。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立春之后啊，其实你们真的蛮适合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或是主动的跟重要的人进行沟通跟交流，我觉得都会得到很不错的一个回应跟很不错的一个收获。或是有些朋友啊，你们可以积极的去扩展一些跨国的合作，或者是跨国的机会哦。好，心灵的一个战士哦。北极熊在冰天雪地之中很稳健的向前行哦，这张牌象征着大家内心的一个坚毅跟纯粹的一个爱。我觉得很多朋友推行你走到现在的动力哦，其实不单单是为了你自己，可能是为了你身边的一个重要的人，你想要为了他奋斗，或是你想要去争一口气，你想要去扬眉吐气等等的，你这么努力的走到现在，这张牌真的看见你们内在强力的力量跟决心哦。你们有想要去捍卫自己跟捍卫别人的一个决心，以及捍卫你自己认为很重要很珍视的一个信念、一个价值等等，或者说你可能想要在保护某一个权益、追求某一个理想，我觉得你们会在有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力量下去做这件事情，去捍卫、去发声，为你的一个主张发声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成为团队中的支柱核心，或是家庭中的一个核心，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度过困难，或是你们因为本身的一个真诚跟善良而赢得一段关系的这个信任。这个信任对你而言呢，这个人的信任对你而言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是一个隐藏人物、隐形版人物，就是他看起来很低调，但他其实是这种隐藏的王者，隐藏的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吧。好，很低调，但他其实握有非常丰厚的资源跟很充沛的一个人脉，还有金钱的能量哦。你遇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非常的不起眼，但是你还是凭着善意去跟他交谈等等的，然后因为你很真诚哦，他非常的信任你，因此呢，他就是把你引入了另外一个你不曾看过的世界，或者说你原本推动的这个信念啊、理念啊、团体支持，或者说一个这种倡议吧、宣言等等，就是你们支持的某一个价值。好，因为这个人的关系哦，可以被更多人看见，可以被更多人支持哦。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会跟一个很有名的人连接在一起，一个歌手，或是说一个艺人等等的。你本身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支持者，而你跟他在很偶然的机会下碰面了，
你因此被更多人看见，或者说你本来身上的某一项才华技能，因为透过跟这个名人艺人的连结，你也被看见了，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能量。要么就是你们跟一个低调的隐藏版很厉害的人做连接，要么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跟一个你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的这个名人啊、歌手啊、艺人做连接，很偶然的机会，你跟他产生了交流，因此你自己也会被看见。可能你本来生命中或者生活中在经营的这个事业，被他推播，就是发扬光大，被他转发等等，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召唤你的一个部落，好。在傍晚的夕阳下，这个帐篷啊，它就形成了很多的部落。这个部落象征的集体的力量跟归属感。立春之后，你们会跟志同道合的人相遇哦，你们会建立一个紧密的社群跟合作关系。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会加入一个读书的社群、学习小组啊，或是共同想要去考试的这个社群啊，共同的有一个理念的这样子的社群，你跟他进行合作等等的。你在这个社群当中，可能你们拥有同样的身份，你感觉到强烈的支持感跟归属感。它可能是某一个创业团队，或说兴趣团队等等。你在这段时间，你绝对可以去找到跟吸引到理解你和支持你的人。就是有些事情你不是刻意的去寻找，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促成，或是无意间的一个开口邀约，就把它成型，就让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重要的这种聚会，比如说因为谁谁的生日啊，家族大家团聚，或者说因为什么什么校庆啊等等的场合，你们的这个老同学啊、好朋友啊，都聚集在一起去庆祝某些事情。在这样子的聚集中，你觉得很开心，可以去叙旧，你也感受到这种团队结合的一个力量。有些朋友，你可能会从一个这种可能线上的聚会去参加这个线上的聚会的实体的线下的交流跟活动，然后你本来就是很喜欢这种线上的交流、线上的学习，或者说线上的游戏的这种社群，然后到线下之后，你也感觉到你好像真的实际认识这些人，实际交到这些好朋友，你会感觉到很有力量。Sovereign。我们看到金光闪闪紫色的一个皇冠哦，好，你们有贵族的能量，你们有掌权的能量哦。皇冠上有这种金银珠宝，象征着第三组朋友，你们有王者的力量跟实质的掌控力。刚刚说过，立春之后，你即将站上人生的高峰，还有这个实权啊，也掌握在你的手上。你们有贵气、贵族、王者的能量，你们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你的自信跟领导力会为你带来很丰厚的回报，特别是在事业跟财富这方面哦。好，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升职嘛，受到提拔、薪水翻倍等等的，还有资金的援助、创业等等，可能会有这种大客户的签约，让你一夕之间成为当红炸子鸡，成为这个市场的焦点哦。哇，你们就有一种国王、皇后大家注目的能量哦，听你去发号施令，你可以很霸气的去用钱解决很多事情。好，你可以很霸气的说没有关系，这个是小事情，不会去困扰你。这组的朋友有这种王者之姿，不用去退而求其次，不用去好像选一个你没有那么喜欢的选择，一切都是你说了算。好，一切都是你的国，一切都是你所掌权，所以在这样子的世界中，你更加的可以去推行你想要的这个理念哦。因为有一群人可能就是很信任你，然后你说的话他都会去买单。刚刚说过，很多朋友你会变成家庭中的这个核心人物，家族中的核心人物，也许大家的这个纠纷啊，你三言两语就可以去化解，大家的焦点都在你身上，大家都在看好你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很想要去参考你的意见，
朋友哦，有一个面带微笑、穿着非常优雅的一个女孩子，她身边有一只鸟在跟她谈话。好，在你耳边低声细语，表现出温暖的交流跟支持哦。立春之后啊，朋友会在你的生命中扮演很关键的角色。刚刚说过，可能会因为朋友带来的合作机会，因为朋友带来的重要建议，因为朋友带来的一个商机哦，合作方案，让你赚取很可观的收入，或者说你的朋友去邀请你参加什么样子的团队、学习团队等等的，让你也耳目一新。可能因为朋友介绍一个什么样子的频道给你，这个频道啊，这个影片啊，你越听越津津有味，让你好像你很多的知识层面都被翻转了。还有些朋友你们会接收到的这个小鸟啊，它就是一个贵人嘛，它就是飞来你身边，在你耳边提点你，帮助你去避开一些麻烦事。比如说你就是会有一个第六感跟直觉，不要跟这个人合作，不要投资这个项目等等的，你可以很轻松的去避开一些陷阱。好 ，abundance 钱来了，哇哦，就是打开都是钱，很多的钱流进来哦，钱包打开都是钱，存款数字一直在上升，一直在增加，金钱浮靠这种闪烁的金光哦，财富的流入，宇宙的一个祝福哦。立春之后啊，金钱能量全面启动，全面流入，你会迎来前所未有的财富爆发期。有些朋友你们会有这种一夕致富的能量哦，意外之财从天而降，中奖啊，你选的这个股票啊大涨，一夕之间哦，商业成功，做什么赚什么，就是很容易去赚钱啦，或者说你等待的这个资金迅速到位，而且还比你预想的更超出，比你原先想要的这个金额更多哦。这组的朋友，金钱的能量快速的来到，你们也拥有这个福气啊，因为有时候金钱一下子来得太快，如果你没有那个福气，你不懂得怎么运用，很快就会去败光，或是说这个金钱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诅咒。如果你没有智慧，如果你没有福气去拥有这么一大笔财富的话，这个财富对你来说就是过眼云烟。但是这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把这个财富留下来，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掌管，因为前面说了，你们可能会有贵人，他会提供你这方面的资讯跟知识，你现在所掌管的钱之外，你接下来要接收到这一大笔财富，它可能是超过你过去的一个认知范围的，因此你会需要有新的管理这种知识的一个能量，可能你会去关注到这种家族的这种传承等等，就是更大层面的一些法律等等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呢，你们会拥有这方面的资讯能力跟消息来帮你去掌握处理，你们是拥有福报可以去把它接收下来、承接下来跟传承下来的。接下来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独角兽神谕卡，第一张牌是来自父母的爱哦。这两只大小独角兽很可爱，亲密的相依偎在一起。不论这组朋友过去跟父母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啊，立春之后哦，我觉得你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来自家庭的一个支持哦。这个支持的力量会让你勇敢的迎接挑战，而你们财富上得到的好运也会进一步帮助到你的家人改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说让你的家人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家庭本身状况不错的话，你的这个财富的好运也会让你的父母好像觉得，是一个很让他很安心、很放心，或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哦。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家族的事业迎来重大的突破，为全家人得到巨大的财务的成就跟支持哦。或是有些朋友是来自于父母啊，给你一笔钱，让你可以去支持你实现你的一个目标哦。那有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是可能父母都不在身边了的话，这张牌只是想要告诉你说，来自你的灵魂家族，
来自你的祖先、祖灵，他们给你的一个祝福的讯息，他们正在守护着你，他们正在陪伴着你。好，是四叶草的能量哦，它是非常直觉明白的，象征着幸运跟祝福哦。强大的好运气，极度的幸运，极度的幸运的一张牌。所以立春之后，大家会持续的被好运笼罩着，你们会成为这样子幸运之星哦，运气爆棚的能量。有些事情真的就是你没有多做努力，但是就是你押对了宝，因此好像很轻松的获得别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好，独角兽牌卡，听从你内在真实的声音哦。这里有2匹白马在森林中散步，象征着真实跟纯洁的一个决定哦。当你们去听从内心的声音的时候，机会就会随之而来，而且这个机会会是正确无误的一个选择。比如说你凭直觉选了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它是可以带来巨大的一个收益的。或是有些朋友，你因为原本有个计划，你是犹豫不决或是中断，你现在因为一个新的灵感启发，你开始执行，就觉得我还是要把这个专案完成，我还是要把过去发想到一半的概念把它进行下去，接下来就会获得很圆满的成功。或是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在事业上，在生活上，你听从你自己的一个直觉，你做一个暂时休息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你来说其实是好的，你暂时休息下来，暂时退下来，暂时回归哦，其实是给你有更大的休息的时间，在这样子的时间中，其实更加的可以去养护、养育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身体给养好。好，水，多喝水，水也象征着这种丰盛的情感的滋养哦。我觉得你们会被来自多方位的一个爱啦，父母的爱，或者说情人的爱、朋友的爱包围着、支持着。那这个水啊，也象征着财富如水，源源不绝，而且这个财富如水，它还伴随着情感的滋润。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幸福是，可能在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呢，很开心、很幸福。你们的家庭彼此之间，你跟你的就是另外一半在一起是很幸福的，而且财富的能量是源源不绝的，可以去滋养你整个家庭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也会获得跟水相关的一个好消息哦，比如说你可能会跟海运或者说饮料的这种业者合作，或者你会有一些水元素的灵感进行创作，它是可以带来收益的。这张牌也告诉大家要多喝水，然后要吃一些水果啊，富含水的这个植物等等的，然后新鲜的水果，让你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而你得到这些财富，不仅可以让你自己富有，你也可以将这种财富跟爱，这种情绪上、情感上的一个滋养分享给他人，你也会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能量哦。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独角兽牌卡，它是想象哦。独角兽跟仙女站在城堡前哦，这个小仙女啊，她给独角兽献花哦，献了一束花，独角兽就回头看她，充满了很魔法跟梦幻的气息哦，有点像是你就是一直一直往前走，而突然有一个小精灵来到你身边，告诉你说啊，你的愿望我已经帮你实现了，你之前下的订单就在这边，好，你这个花呢就递到你的面前，就是你之前想要的愿望，然后你就猛一个回头，哈，就这么简单就实现了吗？就代表说你们的梦想即将实现，只要你想，只要你敢想，宇宙就会助你一臂之力哦。可能你会接到一个超级梦幻的一个邀约哦，一个这种国际巨星的一个合作，或是这个巨额的合约，或是有些朋友你梦寐以求的一个恋人嘛，或者你梦寐以求的一个恋爱的机会哦，降临到你的生命中，就是完完全全符合你的理想的一个伴侣进到你的生命中，然后你就想说啊，我寻寻觅觅这么久，原来转个头就在我身边，转个头就在我身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的能量，你们敢想，宇宙就敢帮助你去实现。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的能量超级强，超级好运。
好，恭喜第3组超级好运的第3组，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